根据相关疾病了解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全世界每年确诊胃癌患者超过了100万，而我国发病人群就占总比的38%左右。医生表示，胃部疾病的诱发与个人的饮食密切相连。胃黏膜表层癌细胞的增生则是由于疾病拖延引起的正常现象，即便是通过药物服用，也未能完整医治，还要调控好个人的饮食，通过长期食疗的方法，才能更好地达到养胃的效果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张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跟胃有关的话题。后面会给大家分享6个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奥美拉唑。最后一种，相信你绝对想不到，奥美拉唑是治疗胃病的药物，它是最常用的质子泵抑制剂。可能胃不好的人家里都备着奥美拉唑，也有胃部不适就拿出来吃。老话说是药三分毒，奥美拉唑是用来治病的，短期服用的话不会有太大问题，但如果长期吃的话，会存在一定的风险。一，可能会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。长期吃奥美拉唑确实有诱发癌症的风险。有研究表明，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在2年左右，还不足以增加胃癌、肠癌、肝癌或胰腺癌的发生风险。但如果服用10年期以上，肠癌、肝癌和胰腺癌的风险均有所上升，这也是长期吃奥美拉唑最严重的危害。2、肝肾功能损害。由于奥美拉唑会在肝中代谢，从肾脏中排出，所以长期服用奥美拉唑可能会有肝肾损害的表现，最常见的就是肝功能和肾功能的异常。3、骨质疏松，骨折的风险增加。长期服用奥美拉唑会影响机体对钙的吸收，特别是中老年人容易出现低钙、低镁血症，出现骨质疏松，增加骨折的风险。4、可能会引起萎缩性胃炎。奥美拉唑是通过抑制胃酸分泌发挥作用的，而胃酸的正常分泌对于人体消化、杀菌、保护胃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。如果长期服用奥美拉唑，使得胃酸被过度抑制而分泌不足，可能会导致胃功能逐渐减退，诱发萎缩性胃炎。5、可能会导致体重减轻。很多患者在吃奥美拉唑的时候，发现体重快速下降。目前认为，这可能是因为奥美拉唑抑制胃酸分泌，改变胃部内环境，导致肠道菌群的变化，使得食物消化和吸收功能异常所致。另外，吃药时导致的胃肠道不适也会影响患者的正常进食。6、可能会出现胃肠道不适。吃奥美拉唑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胃肠道不适，比如腹泻、便秘、恶心、腹痛、胃肠胀气等，一般发生在用药初期可自行缓解。另外还可见头痛、失眠、皮疹、眩晕、嗜睡、水肿、视力障碍等，还有少数患者可能出现转氨酶和胆红素升高、钙和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等，严重会引起具有细胞性贫血。以下这几类食物被食品工程学界称之为天然的奥美拉唑，经常食用能够起到很好的养胃的效果。1、桑葚。胃不好的患者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适当的吃桑葚，有增强免疫力、促进新陈代谢等作用。另外还有促进胃肠道蠕动、缓解便秘的作用。桑葚中所含有的花青素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，还能达到健脾养胃的作用，更是被称为食物奥美拉唑。但是一次性不能摄入太多，否则会导致腹泻。2、猴头菇。研究表明，猴头菇含有多种氨基酸以及丰富的多糖、维生素、矿物质，此外还含有抗菌成分，因此具有养胃护胃的功效。因为它含有抗菌成分，所以对于胃病反复发作的元凶幽门螺杆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。因此对患有胃炎、胃溃疡等疾病的患者，
经常吃猴头菇有助于胃病控制。要想充分发挥猴头菇养胃护胃的作用，应当吃新鲜的猴头菇。3. 鸡内金。鸡内金可以治胃病，尤其对饮食机制引起来的胃脘部疼痛、胃脘部不适、胃胀早饱、大便稀溏、消化不良等均具有良好疗效。鸡内金能够消食，某些胆石症患者可应用大剂量鸡内金进行化食治疗，因此鸡内金可治疗饮食机制引起来的胃病，还可治疗胆石症造成胆胃不和引起的某些胃病、胃脘不适。4. 南瓜。南瓜中医上认为具有非常好的消炎止痛、补气补血、解毒杀虫的作用。对脾胃虚弱的人来说，经常性多吃一些南瓜，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效果。南瓜中含有大量的钙、磷等物质，是健胃消食的好食品。南瓜中的果胶可以使得肠胃内的溃疡面愈合，并且可以吸附有害物质，起到给肠胃排毒的作用。南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，保护胃黏膜，所以南瓜具有很棒的养胃效果。建议存在有胃部不适症状的人群，可以适量的选择食用南瓜。推荐的南瓜食谱是水煮南瓜、清蒸南瓜或南瓜粥等，不建议吃油炸类的南瓜或烹饪刺激口味的南瓜。5. 卷心菜。卷心菜有抗生素的作用，可以杀死包括幽门螺杆菌在内的多种细菌。紫色的卷心菜内含有花青素，花青素有清除自由基的功效，也可以让癌细胞无法顺利扩散，借此可以保护更多的健康细胞。卷心菜榨汁富含营养物质，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成分，同时也含有膳食纤维，适量吃能够补充营养，帮助消化，对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。6. 烤馒头。一提起烤馒头，相信60后和70后的人群都会有美好的回忆，特别是在经济贫乏的时期，想要吃一个馒头也是非常困难的。父母总会将馒头熏烤后分成多块，让每一个子女都能尝到美味可口的馒头。通过相关实验证明，烤馒头确实能够粘合自己的胃液，达到护胃的效果，在抑制胃酸过量分泌的同时，也能修复胃黏膜表层的亏损层面，更好地缓解了人体的腹胀、腹痛以及消化不良的症状。但一日最佳食用量应当控制在1到2片左右。虽然这些食物都被称之为食物界的奥美拉唑，对于养胃的效果非常理想，但是并没有根治的效果，也不能代替药物。如果真的出现了肠胃不适或者感染幽门螺杆菌，还是应该谨遵医嘱服用相关药物，改善肠胃环境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智慧养生，我是老张，祝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乐常伴。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